Hello， 有觉得我现在的街景后面街景不一样吗？因为我们现在不在深圳啦，我们今天来香港2天1夜。这边是香港哦，我再次回来香港。然后路易斯跟爸妈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香港。我们刚刚抵达香港，然后现在要去那个天星码头那边先领那个，好像可以每个人领到100块港币的那个消费券，因为这次香港政府就想要促进那个经济嘛，消费。对，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是尖沙咀，我一看就看到台湾牛肉面。尖沙咀的地方，苹果，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些商场吧。然后你们看香港的车子，公交车都是双层的。然后迪士，你看这好可爱的这个迪士，这边也有这个龙香包，Long Champ 这个专卖店，在这个巴士的后面。baby 这边有这个品牌对不对？对，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很经典的饺子包啊，对啊，然后就是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动态，可以加我地球微礼物。对啊，对，这边应该就是他们的 shopping 的地方了，这一条街。来到这边，这个是天星码头这边吧，看到一点点的这个风景，就觉得哇，香港又回来香港了。这边有邮轮呢，不知道是坐去哪里的。baby 那边有邮轮呢，坐去哪里的？应该是东南亚，日本。对。他说来不错，是这个也不紧。这个应该是地标，是不是？这边上面，这边漂亮。baby。那个鸭子是最近才来的。我知道，昨天我看到有个朋友圈，有个那个老师，他就是发那个小黄鸭。这边维多利亚港。等下我们可以坐这个天星小轮啊，还是之类的嘛？那边是什么区？问弹幕，弹幕跟我们对面是什么？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对，怎么样？今天好险，天气没有很热哦。下雨，然后对，有点飘着，下雨闷热，对，但是这边漂亮。香港星光大道，香港电影，现在有点下雨了。现在拿这是什么？这是香港邮礼。香港邮礼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内地来的叫什么游客的话，你可以到旅游局这边去领一个这个小东西，然后里面有100块钱的储值，然后里面有200多家的商户可以使用，还可以坐地铁吧，还是高铁？高铁，地铁没有了，还有机场大巴什么的，然后还有餐厅跟那个叫什么来着？商场的消费券，然后1人是100，所以我台胞证也可以，所以我们领了400块钱。对，然后准备去吃午餐的时候就去这里吃。我们今天来香港第一餐吃这个永年士多港式车仔面，然后刚刚开店是不是？对。这些，它还有楼下是不是？在这边附近，这边有海底捞。这个就是我们点的车仔面，还有配一杯这个喝的。这边也是。它这个没有喝的。喝的要再额外点。怎么样？刚刚吃那个网红车仔面，感想？不算网红吧，它还是有很多当地人在吃。他那个店开了几十年了，他62年就开的了。1962年？对啊，跟我妈一样大的那个店，开的时间很早。分量是蛮够，但是一个人差不多50块人民币吃下来。然后它有威力跟我妈觉得味道有点偏甜。对，它偏甜没有甜还好，但是它味精放好多。
吃到我肩膀都。可是你确定那是味精吗？对，现在要去哪里？去九龙公园。来到这个刚刚吃完那间车仔面对面这个九龙公园，然后居然有这些，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我也不看漫画。这是柯南吧？这个，这是柯南吧？哎，这边都好多哦。这个是柯南吧？这个啊，小叮当。请问它哪里长得像小叮当？小叮当啊，然后这个是蜡笔小新，那个是七龙珠。你是不是觉得香港很多 husband 啊？不要乱讲，你看这个是七龙珠，对不对？我觉得你心变。你不要闹，你不要讲。这个七龙珠，对不对？七龙珠，老夫子，对，老夫子。这个不知道是李小龙。在这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中间还有一个公园哦，好热，是不是？对。所以这是什么？我爸那个火烈鸟。哦，在这个九龙公园里，原来有这个。说得好。狐狸娘，哎呀，它是鸵鸟。妈妈，你说它是什么？鸵鸟，鸵鸟。我是说鸵鸟。哎，它那个鱼也游得很快。你看那个黄鱼游得多快，比兔子它爹都跑得快。凭什么兔子一定要它爹？怎么样？目前好不好玩？好玩。好玩。我们现在下午2点才能去入住我们订的那个酒店。这是民宿。哦，民宿。啊、是 Airbnb 是不是？对。嗯，花了多少钱一晚上是？500多。算很便宜，在香港真的寸土寸金的地方。然后我顺便跟大家介绍，那个我们今天是坐那个永东巴士，是不是？然后一个人是30块人民币一趟这样。然后来香港有其他哪些渠道啊？可以坐船，然后呢也可以坐高铁，然后也可以坐地铁啊、坐高铁好像一个人75，然后15分钟就到香港。然后坐船可能要1个多小时，但是价钱不知道。地铁的话，好像一个人也要50-60吧，好像是差不多吧。差不多。所以其实我们选这个方式坐 bus 是最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其实也很快，也没有很久，对不对？半小时。对，就到那个市中心了。对，你可以选择在什么尖沙咀下车啊，或者什么油麻地，是不是？对。我其实一直都很担心过关的时候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莲塘。我们扒了很多小红书的那个经验，说莲塘那边会相对人比较少。结果果然是人比较少，真的少。过关还挺顺利的，对，没有那种大排长龙，基本上都是去了之后就马上就可以就走，可能也跟今天可能没有太多人来香港有关吧，我觉得。对，然后他们路易斯跟爸妈是拿港澳通行证，所以就很顺利的就直接过那个闸门。然后像我拿台胞证呢，要再填写一个入境的表格，一张白色的小张的那个。我跟你讲，我觉得老天真的是想要我们来香港，因为我们一直在其实上一次去年的时候就说要来嘛，但是因为那时候港澳通行证是不能异地办理的，因为我们的户口在昆明嘛，就必须得回昆明去办。然后爸妈他们在深圳，包括我在深圳也都是办不了的。然后呢，结果这次来呢，我们还想说那可能又要错过，不能再去香港了。结果好死不死出了一条政策，说什么？说你可以异地办理了，然后我们就办。办完之后呢，然后就讲到说来这边，比如说公交啊什么的，然后就坐地铁什么的，不是都要用什么八达通，是不是？对，就觉得很麻烦什么的。好死不死，怎么着？从6月1号开始，深圳通就是深圳的那个地铁的那个软件，可以在香港使用，就是完全就打通，就一切都是为我们就铺好路，然后就让我们就来。对。明代
嗯，这个是卖给其他国家的，是以前香港它制造了以后卖给什么菲律宾啊那些地方。这是成群里面出来的汉爷明星。你看以前那个香港就已经在做这种贸易了。哎呦，做到那边去哦。你看，那么厉害，到处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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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然后这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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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这个很难走，这个很难走。你刚刚说香港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对啊，我有这个感觉。对，好像有一种那种味道不是那种抽象的港风或者是港味的那种味，而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就是空气中就会有一种味道，你就会觉得很，就像你去印度，你就会觉得空气中有一种有印度的味道；那加拿大，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加拿大的味道。然后这边我们有这边的味道。是，然后现在呢，应该有个35到40度之间吧，然后超热，给你们看。香港的街道，双层巴士，然后密密麻麻的。我们现在来到我们住的 Airbnb 的附近这个商场，哦，好漂亮哦！你看这边，那后面还有星巴克，看这边，吃的往那边哦，来吃这个台湾菜。我们现在要去太平山顶看香港夜景，然后一出这个地铁站，这个之前前几年来也有的，然后这一栋是新盖的，哦，很夸张。因为手机号是多少？这个又再次来坐一次这个缆车，要去看香港夜景啦，超多人排队。好多人哦，就是要坐这个老式的火车上山班，也是很新啦，但看起来外表有点老式。好多人哦。终于又回来到顶峰啦！哦，你看这个，今天是预祝父亲节快乐。香港的山地。我而家站嘅位置站，揀唔入去今天是第2天在香港，我们现在在干嘛？吃非常正宗的港式早餐。港式早餐？在浦东现在的那个店吃，应该就是网地雷王。我觉得这家很不错，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然后很多东西，然后一餐是36块。我们点的那个这个环境，它也有这个干锅、酸菜早餐。哦，点的什么？三明治，这是什么？燕麦、咖啡，油面、菠萝包。我吃东西的时候，蛋跟面包，然后我的热柠檬茶。哦，好，又来一个这个。然后我点的西式早餐，蛋、sausage、肉，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又来坐香港地铁啦，现在是在哪里？在旺角。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坐去不对，尖沙咀，去坐那个天星小轮。然后你看我后面的香港的地铁，
你有什么话要说？没有。哦，我们现在来坐天星小轮，在这边买票，然后它的是用这种 token， 对，现在要过这个，然后要去坐这个渡轮，看香港的白天的景色，坐上来啦，它上来就是这样，觉得很晃吗？有点晃哎，我怕我晕船。你也知道我就是水性很差，水性杨花，反倒水性很差。不愧是深山人。现在有那个黄色的这个小鸭子，好像在香港有这几天刚好在这边。它原本有2只，可是现在怎么剩1只？我们现在来坐这个叮叮车，是不是？后面上车，然后等下下车，在前面付钱，3块钱1个人，好可怕哦！我不敢太靠近，因为我有惧高症。但是这就是香港的叮叮车啦，怎么样？第一次的感觉，就可以看那个，就是沿街的那个景色啊。人家就说坐这个车就是可以看中西，然后看什么现代与古代的结合啊。它开后面的景色。怎么像镜头一变，又变回来我们房间？对啊，因为我们已经从香港回来了，然后准备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 ending， 属于那种小红书上那种刚从香港回来不知单讲不单讲系列。而且我们从香港回来深圳超方便的，对不对？对，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给大家捋一下，就是我们是从那个莲塘口岸嘛，那个口岸的话，如果你去的够早的话，确实人会比较少。我们是出关跟入关都非常的快速，几乎没有排到队。没有排队。对，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叫什么？有没有什么省钱小妙招，对不对？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用一个叫做云闪送、云闪付，对，云闪付这个 app。然后上面你可以去找小红书啦，他会跟你讲，然后你就可以。香港是到7月底之前都有这个优惠，就是你用那个云闪付，然后坐他们公交跟地铁，然后每一天他会返6块钱港币给你，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住宿的问题嘛。那香港的住宿的话，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贵的。如果你是周末过去的话，其实如果你要住酒店这个级别的话，几乎还是要1000块左右，甚至可能更贵。如果是一些有星级的酒店的话，可能要2000多。那我们就是找的这个 Airbnb， 就是民宿。对，那民宿的话就质量，就是有千差万别。我们找的这一间。500块钱，然后是4个人可以住在一起，它是上下船、高低船的那种形式，对，所以反正就是很小，里面进去之后就是4个船，对不对？然后3个船嘛，因为有一个是比较大一点，可以睡2个人的。然后呢，但是它有个好处是它的独立卫生间，意味着说你不用去跟别人去抢卫生间。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属于在香港的那种，就是港剧里面会看到的那种比较旧的那种，居民楼里面的那种形式的。然后它，我觉得有个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对，然后我们是住在旺角嘛。对，在旺角地铁站那边。对，地铁站出来可能就1分钟，然后你去，不管是去任何就是主要的景点，其实都是在那一块儿，所以就特别的方便。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一个是比较小，然后呢。它因为特别的老旧，它的空调是属于那种老式空调，所以没有那种所谓的睡眠模式，没有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晚上的时候你开空调睡呢就特别的吵，然后你不开空调睡呢，整个就是热死的状态。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纠结。那但是呢，500块钱你还能期待什么？在香港，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吃的你来说，大去有跟国外一样贵，就是会比深圳啊，或者是一些内地的城市要贵很多。然后还有什么？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些当地，你看到有一些就是讲广东话的，然后有一些年纪比较年长的当地的香港人去那边吃的，不是广东话，叫粤语了，就是去吃的那些店的话，基本都不会太踩雷，我觉得就是味道还是可以的。然后价格的话就比较像平民的价格。我们今天早上有吃一个早餐，是36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套餐。那一个套餐里面，比如说像它就是一个面嘛，一个牛腩面，然后呢再加2个荷包蛋，然后呢再加一个西多士喝的，对，然后再加一个喝的，就是很多。吃完之后，连我妈妈、爸爸他们都觉得说好饱好撑，就是中午都不想要再吃饭的样子。对。但是确实也有很贵的，像一些商场里面的店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的，那肯定人均就是几百块钱都有可能。对。其实香港如果大家都知道寸土寸金嘛，因为香港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要融入这么多人，然后那些吃的啊，交通上面，然后住宿，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都是算贵的，甚至可以比在国外还要贵。对，那如果你跟国内比的话，那就是当然国内会比较便宜。对，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去中环的时候，有看到很多那个就是菲律宾人，然后他们就在中环那边，就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一些吃的，然后呢就都比如说席地而坐，然后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些呢在那边跟自己的家人视频，然后有一些人就在那边彼此就聊天，好像还有特别多，包括在做直播的也有，对，还有在做直播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在那个旺角那边也有很多，对不对？然后就很好奇是为什么，怎么会那么多菲律宾人？后来就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说原来在他们都是在香港打工务工的，就是菲律宾人嘛。然后他们是礼拜天的时候休息，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里面去别人的家里面做一些家政的工作，就是所谓的保姆嘛。然后他们是礼拜天休息，然后他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就会相聚，就是菲律宾人都聚在一起，然后吃吃喝喝，然后就是放松自己，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香港你会看到，他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西装革履的，在那种很高的写字楼里面出入的白领啊，就是有很多在社会相对比较底层工作的一些劳动人民。那这些劳动人民靠自己的双手，然后在自己的空闲的休息时间之余，也有自己的娱乐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体验了香港这个城市的一个包容性的地方。对。然后我发现，对他们的工资是比较高，但是当然他们的消费也比较高，对不对？对，他们的不管拿怎么样的消费都比较高，在那边生存。对，他们好像餐厅的服务员差不多都可以拿1万多港币，1-2万吧。对。然后我觉得香港其实，如果你要真正去玩它的话，我的一个心得就是你不要去参加那种所谓的旅行团的，比如说什么香港一日游啊，那种一日游就是带你去那些所谓的景点，你确实是去了维多利亚港，确实是去了比如说什么星光大道，那你也去了比如说什么紫荆花公园广场，这些都是你去香港地标性的建筑嘛。但是其实看那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意义不大。我发现其实香港比较有魅力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说，就是它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底蕴，然后加上我们小时候看 TVB 的一些港剧的一些滤镜，然后我觉得其实更真正好玩的地方不在于说你要去看那些所谓的什么高楼大厦什么的什么夜景，当然那些是值得去，但是我会建议说，如果时间多的话，比如说花个4到5天的时间，你可能就比如说坐着那个有轨电车、叮叮车，或者是坐着地铁，就是你到一个老区或者是怎么样，你就顺着那个街道走，去慢慢去感受这个城市它沉淀下来的所有的这些文化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会更加的有趣，更加的丰富，而不是说像赶景点一样的哦，今天去完这个，然后就去那个。其实，而且你一定要是去到这种，比如说
当地人会去吃的那个店里面，然后你一定要去到那种当地人会去购物的就是比如说商场啊，或者是一些小店里面去买那些东西，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城市的温度跟温暖。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接地气的一个方式。所以那种所谓的一日游什么的，一个是你特别的累，一直在赶场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你真的就是走马观花，你回去之后别人可能问你，哦，你香港你记得什么？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对。这个可能有点争议的话题，就是我可以先讲，但是看威力要不要留在这个视频。啥东西？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哦，那内地人去香港会不会遭歧视什么？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嘛。就是我觉得讲一讲也没所谓。我个人是觉得说，可能也不到说是很直接的歧视，但是多多少少就是会有一些人，个别的一些人多多少少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是讲普通话的话，他是会对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态度。这个是我们也有亲身经历过，对，就是短短的2天的时间之内，而你就是去玩嘛，你就是放开心，就是不要沉溺在这些里面，然后去享受那个城市就好。对，好，拜拜。